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0月22日啊。咁啊，我以前教經濟史咧，第一課就會同啲同學講咯。我就話咧，地理環境係決定經濟因素嘅最主要原因。咁啊，第一個原因嚟嘅。咁譬如話你喺呢個北半球，喺工業革命以前咧，發達嘅地方咧，主要集中喺北半球啦。個原因就因為北半球咧平均都比較凍啲。咁凍嘅地方咧，啲人咧先會願意勞動啊。因為你唔勞動咧，就會凍死啦。咁所以咧，你梗係要劈柴啦。你劈柴你先可以取暖噶嘛。咁所以咧，導致到北半球嘅經濟活動咧係活躍一啲。南半球咧就唔同啦。南半球咧大部分地方比較熱啦。熱嘅地方咧，你啲人咧就要休息喎，因為冇冷氣啊嘛。喺工業革命以前啊，喺現代化以前未有冷氣，咁咧所以咧喺南半球嘅人咧係唔能夠長時間勞動嘅，呢個係第一點啦。仲有咧，譬如話喺呢個嘅河流地區嘅文明，通常咧就溫和一啲喎，因為河流你梗係要耕作為主噶嘛，耕作嘅人咧好難激進喎。哇！我今日要好激進地耕田，咁你唔得噶嘛，係咪？咁你嘅生活咧梗係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咁相反啦，你住喺海島嘅國家，尤其是有地震、有火山爆發嘅，通常咧嗰啲民族咧就比較激情一啲、熱情一啲，而且咧搶掠性、侵略性會高一啲喎。譬如話英國同日本，咁咧因為佢島內資源又缺乏，如果咧佢唔對外擴張咧，佢就難以咧可以繼續發展佢嘅經濟，所以就會出現到咧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啊，就較容易喺呢一啲嘅國家裏邊出現嘅。咁呢個叫做地理環境決定論。第二點啦，就係呢個社會環境決定論喎。就譬如話咧，你嗰個社會移民好多嘅，人口勞動好密集嘅，好快嘅，咁咧通常咧經濟會好啦。但係咧同時間咧就會出現到咩？就係治安嘅問題啦。譬如話英國喺歐洲自從咧呢個歐盟咧擴大咗以嚟，東歐咧嗰個條件咧經濟差啲。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咧難民咧近年越嚟越多啦，因為人權抬頭咁所以接收咗好多嚟自中東啊、非洲啊難民。咁所以歐洲嘅治安就急劇惡化喎，呢10幾年英國亦都係咁樣喎，急劇惡化喎。個原因係咩？佢哋人口流動好多，而且難民好多，新移民好多。咁咧佢哋即係好多時候咧，尤其是未脫歐前咧，作案嘅，作完之後咧，即日咧就翻去法國喎，或者歐洲而家直頭係啦，作完案之後咧，譬如話咧法國。咁即日就可以去其他地方啦，去比利時啊，去荷蘭、去德國啊，咁你就即日來回，變成咗咧嗰個跨境犯罪咧，亦都會多咗。咁以前90年代咧，即係中港邊境未有咁嚴密嘅時候，即係偷渡係好多啦。結果咧喺街頭係咪葉繼歡呢個嘅季炳雄啊、張子強啊嗰啲咪好犀利咯。咁咧我今日就睇咗一個新聞，呢個新聞咧就係警察嘅前一哥香港曾偉雄。喂，原來佢現任咧係中國警察協會嘅副會長嚟嘅喎，唔係講笑。佢喺大埔嘅康樂園寓所咧就俾人哋行劫爆格。咁有啲人咧成日笑啦，英國咧話治安好差。咁咧我又解釋咗地理環境決定論啊嘛。英國嘅環境咧治安差，入屋行劫多，其中一個好主要原因係因為英國大部分咧都係啲獨立屋、排屋或者係半獨立屋。咁同香港或者亞洲高樓大廈係唔同嘅。亦都同中國個農村係唔同喎。中國個農村可能係獨立屋，但係農村係一個封閉系統，外人入到嚟咧就容易發現嘅。而且咧農村咧家家戶戶都散養啲狗啦，咁都係一個天然嘅屏障嚟。咁所以喺香港大部分人咧係住呢個嘅屋苑啦，屋苑咧好多新嘅屋苑咧入去要登記，咁變成咗咧爆格個成本係高咗好多。英國唔同喎，喺英國、喺澳洲、喺呢個嘅美國、加拿大，咁咧入屋行劫咧。喺美國就好啲啦，有啲州份咧就有槍械合法化，咁你入屋行劫咧，對方可能有槍，咁啲賊就會小心一啲啦。英國就冇喎，入屋行劫嘅時期咧，咁個成本相對低一啲，而且你蒙住面，即使有 CCTV 都冇辦法咁容易即係發現嘅。咁所以咧，英國入屋行劫嘅比率梗係高過香港啦。咁但係問題香港住村屋或者住呢啲獨立屋，被爆格嘅機率都唔少喎，好多單名人俾人爆過嘅喎，包括汪明荃俾人爆過3次，而家曾偉雄又俾人爆咗啦。曾偉雄好彩佢係即係早退休，就係冇俾人哋制裁，否則嘅話喺屋企收埋大量現金咧，可能咧俾人爆格咧個機率或者損失咧更嚴重嘅，因為佢喺佔中以後咧就退咗休啦，2015年，所以而家咧據說咧只係俾人爆咗10萬蚊，但係咧康樂園咧。即係佢所住嘅屋苑咧，仲有其他單位係俾人爆咗喎。咁當然啦，因為康樂園咧，即係呢個犯罪率咧都係好高嘅。喺1982年嘅時候就有一個所謂3屍命案啦，當年咧亦都係好震撼嘅。
咁點解康樂園會爆格率高呢？第一，佢係獨立屋、老牌屋苑；第二咧，啲人有錢喎，佢咧所有嘅康樂園啊，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嘅資料，就家庭總收入咧就3萬蚊，同年啊香港平均家庭總收入咧就3萬蚊，康樂園就9萬蚊喎，係3倍啊！如果有從事經濟活動嘅話咧，嘅家庭咧嘅住戶啊更高啦，就9萬幾蚊，就係高過香港平均3倍。雖然咧你話住康樂園咧嗰個即係好舊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嘅尺價都唔係好高嘅啫。而家尺價咧即係最新尺價就13000幾蚊，跌咗7點幾個 percent 比上個月啊。咁當佢上個月平均放盤價都16000幾蚊啦，其實就唔係好高嘅，比起將軍澳啊、比起港島區啊嗰啲就平好多。但係因為佢單位大啊嘛，啲單位大咧玩下手咧放盤都12萬至6000幾萬嘅。咁所以咧爆格咧亦都係即係呢啲係常見嘅爆格單位嚟喎，西貢嘅村屋啊或者獨立屋啊、大埔嘅康樂園啊，呢啲咧好容易被爆格嘅。咁所以由此可見，啲人嘲笑話歐洲、英國佢哋好入屋行劫啊，係因為咧嗰個環境決定論影響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我之前講過啦，新加坡咧福係禍所依，禍係福所倚，就因為咧放寬咗中國遊客咧免簽證入境啊，所以多咗好多爆格。即刻啦！上次我講嘅時候咧，有啲網民啊話：而家大陸人咁有錢，點會嚟爆格啊？講假新聞。喂，明明呢啲係新聞啦，係詳細報導嘅喎。新加坡本地嘅新聞有報導，馬來西亞嘅新聞有報導。我今日特登揾咗個中國嘅新聞新加坡咧發生咧喺8月10起嘅豪宅爆竊，鎖定咧全部都係中國籍嘅犯罪伙團。咁爆咗幾錢呢？10起10單就300幾星元喎，2000幾萬人民幣。咁有14人咧係即係落咗網㗎啦，已經之前咁而家咧係越拉越多嘅。咁你睇新加坡嗰個新聞咧，其實有好多係講緊咧幾千萬新加坡元而家爆咗係。咁所以咧開放咗呢個免簽自由行之後咧，其實就係對新加坡嘅賭場生意好咗好多，對牛車水買藥油啊，好多大陸遊客咧去買藥油買海味，咁生意好咗好多。咁但係咧同時間咧罪惡咧都嚴重咗好多。咁大陸人都中意去新加坡玩嘅，第一就有賭場，第二紅燈區咧係合法化嘅喎，新加坡。咁係有紅燈區合法化，咁所以啲大陸人咧就中意去玩啦，安全啲。咁比起去澳門都有賭場啦，澳門咧可能即係監察就嚴密啲啦，因為去賭場玩嘅即係以前有好多都係啲官員嚟噶嘛，咁而家咧就相對監察就嚴密啲。呢個係即係第二點。咁就唔係假新聞嚟，我就話一分材料一分話啊嘛，沒有材料不說話。咁同樣道理，新加坡就係因為人口流動急劇咗，同中國有免簽證，咪同歐洲嘅情況一樣咯。不過咧，新加坡比歐洲當然係好好多啦，就係因為咧大陸嘅遊客你偷渡去新加坡咧就相對難好多嘅，你就要經呢個東南亞經呢個東南亞湄公河啊各方面再去到新加坡，咁長途跋涉啦。咁所以咧去新加坡都係合法入境嘅。咁你合法入境嘅時期咧，你梗係容易去追查啦嘛。相反啦，如果大陸人咧偷渡去緬甸柬埔寨咧就容易好多咯。去老撾即係寮國等等呢啲地方容易好多，所以 KK 園佢哋咪集中喺嗰度咯。嗰啲都係中國人去管理噶嘛，好多都係啦。如果你有睇過孤注一擲套電影，就係爬鐵絲網過去嘅咋，捐狗窿過去嘅咋，係好輕鬆好容易嘅。咁歐洲咧就難啦，歐洲咧就冇咁容易咧去追查到對方嘅身份，因為點解即係佢哋係喺歐洲申根公約裏邊嘅國家互相流動係唔需要簽證，甚至乎有啲國家係唔需要入境嘅登記噶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容易去犯案，而個代價成本都好低啦。咁所以我哋討論問題咧，唔係淨係用嘲笑嘅角度。英國沒落啦，通街都係搶劫通街都係我啱啱講完啊嘛。英國倫敦咧通街搶劫，而家主要係手機 pickpocket 個時代過去咗啦，而家係搶手機喎。咁有啲人話搶手機有咩用啊？用 iPhone 去鎖定磚頭啊嘛。咁唔係喎，倫敦嗰啲賊咧就 BBC 追查咧，原來嗰啲手機全部都運咗去呢個咩華強北路喺深圳喎。即係佢哋嗰啲人才係幾犀利，可以破解到手機嘅。第一，第二咧就係咧，你偷咗之後咧，佢哋揾錫紙包住啦。其實你嗰個全球系統 GPS 翻賣風咧就好難揾到嘅。即使揾到，咁英國嘅警察人手咧，佢唔會同你去追㗎喎。佢同喺亞洲地方咧，警察配合你去幫你揾翻個手機。咁英國唔會喎，其實香港都唔會啦，因為你譬如話定位咗
喺呢個嘅九龍某座大廈，嗰個大廈幾百個單位嘅警察點會同你去啊？咁所以咧，俾人偷咗手機就冇咗噶啦。咁呢度咧就係第二個因素，就係社會因素。第三個因素就係法治喎，即係法律嘅定義係我哋做咩啫？法律嘅定義就係要降低交易成本，令到大家咧人民咧係更容易咧生活嘅，效率係更高嘅，降低衝突嘅機會率。咁所以咧，我之前多次提到啦，喂，呢個何錦麗咧喺加州度檢察總長嘅時候咧，就通過咗呢個嘅加州47條法例喎。咁呢個加州47條法例咧，即刻有啲支持民主黨啲人話，喂，你有冇 fact check 㗎？因為特朗普不斷咁 claim， 而家咧喺8月份至今咧就講過幾十次㗎啦，就話因為加州嘅法例咧令到搶劫越嚟越多，即係零元購越嚟越多，因為加州嘅法例咧就將輕罪定到係950蚊美元以下就係輕罪。如果950蚊美元你搶950蚊美元咧，咁咧你就係會犯重罪咯。所以一般人咧去搶嘢就零元購，就偷幾百蚊美元啦。咁咧嗰啲保安咧一般就唔會去處理佢嘅，因為你處理佢咧，你會有衝突，有衝突咧又會有機會俾對方索償喎。咁即係呢個第一就係個賊有機會索償你，第二咧就係個保安員受傷咧，佢向間公司索償，喂，呢個可以係天價㗎。個公司有保險啊，你加保費啊嘛，出年係你工傷，你賠幾十萬美元俾嗰個保安員，咁所以呢個咧加州咧變成咗咧零元購咧喺疫情嗰幾年就好嚴重。舊年開始咧就因為修改咗法例啦，就譬如話如果你多於1人以上嘅去共同行動就屬於重罪㗎啦，唔理你偷幾多錢。咁今年咧仲有一個保安員咧就同一個偷100幾美元嘅細路仔衝突，結果咧就開槍打瓜咗嗰個細路仔。咁即係而家咧，似乎咧加州咧嘅檢察官咧就唔去起訴嗰個保安員喎，認為佢係合法自衛喎，因為嗰個人咧搶嘅時候咧仲即係威脅咁呢個喺美國咧大快人心啊！好多人認為咧咁樣做咧，即係用嚴厲嘅方法咧係可以對待。咁咧即刻有啲人話：你冇 fact check 下，同何錦麗冇關喎。特朗普一直話有關，甚至乎印咗好多帽咧，寫住呢個嘅咩何錦麗47印咗好多帽咧，俾佢做宣傳喎。即係如果你打咧 Harris 47咧，你見到有大量嗰啲衫嗰啲帽咧喺 Amazon 咧係有得賣喎。呢個好笑嘅咁啲人咧就話係佢做嘅。咁到底係咪佢做咧？咁fact check 咗啦，好多美國嘅fact check 網站都有 fact check 咗，主流報章都有報導咗。何錦麗當年咧做檢察總長嘅時候咧，就並冇為呢個47咧係 endorse 嘅，冇發言嘅。咁但係我認為咧，即係佢係要負責任喎，因為佢作為檢察總長啦，當時個公投接近60%人係支持呢個47法案，但係佢係冇 endorse， 但係佢亦都冇去阻止喎。作為一個檢察總長，你係應該有責任去講嘅喎，但係佢又冇去講啦，所以我認為佢一定程度要負上責任嘅。但係特朗普咧就攻擊話係佢推動啦，咁呢個咧我有一段時間都受到特朗普嘅嗰啲文宣咧影響咗嘅。咁最近咧就睇咗另外一個資料，就係咧即係再 fact check 呢個美國究竟民主黨講大話多啲定係共和黨講大話多啲？咁咧呢個 fact check 嘅網站咧political fact checking， 咁咧就發覺咧民主黨講大話咧就佔30幾個 percent， 共和黨講大話咧就佔55個 percent， 係55對31，由2016年對21年。所以點解咧今屆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咧就話特朗普上台對民主損害好大啊嘛，因為共和黨講大話咧大比例咧都係嚟自特朗普嘅咁特朗普尤其是上屆選輸嘅時候咧就即係利用咗好多未證實嘅謠言，後來亦都發覺咧係錯誤嘅謠言咧去攻擊民主制度啊嘛咁但係咧仍然至今好多特朗普嘅支持者咧都係唔相信嘅咁所以何錦麗47法案呢個問題咧就係即刻有啲人話喂。咁威斯康星州咧、德州咧嗰個入罪門檻輕罪係2500蚊美元喎。咁呢個咧就係頭先翻去經濟史第一課講啦。喂，你就係要地理環境啦，第一，第二咧就係要有呢個社會嘅條件啦，第三就係法治嘅問題啦。咁因為咧喺加州咧，你攜帶槍械咧就要有嚴厲嘅限制嘅，有一個叫 CCW 嘅認可證叫隱藏槍械認可證喺加州喺公眾場所咧帶槍支就必須要有地方嘅發放有效證，而證件發放好嚴格嘅，咁所以咧一般咧好多嘅加州嘅商店嘅 secure 咧都唔持槍嘅咁最近就係射嗰單係有持槍啦，咁就要有認可證啦。咁但係咧喺其他地方。譬如話喺共和黨嘅州份啦，共和黨嘅州份咧，尤其是以德州咧，
喂，你唔驚佢哋有槍都驚有電鋸啊！咁所以咧，德州嘅店鋪咧，大部分嘅店主都會持槍嘅喎，喺個 cashier 嗰度。所以啦，喺一個博弈底下，如果對方店主持槍，咁你去打劫啦，你梗係要帶翻槍啦。你一帶槍你就唔係輕罪喎，你一定係重罪嘅咯。如果對方有槍，你去打劫或者你去偷嘢，你唔持槍，對方攞槍指嚇你咧，你就會驚喎，你就會走嘅咯。咁所以點解加州定咗呢個950蚊係會嚴重地導致到零元購提升，而喺德州或者其他地方就冇呢個情況呢？就因為我哋討論問題呢，要假設其他因素不變啊嘛。我講咗好多次，假設其他因素不變呢，如果犯罪係代價少、回報高、成本低，咩人都會犯罪嚇。啲人偷稅逃稅，香港好多人偷稅逃稅啦，都唔拉啊嘛，唔拉就譬如話。你開間公司，你偷稅逃稅，喂啲人咧稅局冇咁多資源去查你嘅，以往而家可能咧佢經濟短缺咧、財政短缺咧，佢就會查你噶啦嚇。咁啊，譬如話你將啲唔係喺公司食飯嘅錢 cam 咗你食飯，大部分都係咁做啦，係咪？入油嘅錢，喂你入完油咧同公司冇關係喎，你照 cam 咗入油，咁可能係咁啊。呢啲偷稅逃稅漏稅嘅行為，即係幾有錢嘅人都做嘅嚇，喺香港10大富豪都做，就係因為咧回報高。成本低檢控率低，咁啲人就會做喎。所以同樣道理，零元購就係因為咁啊因為當時點解有60%人支持零元購呢個47嘅呢個法案啊？就係因為咧，好似英國咁樣啦，監獄咧已經滿晒啦。喺加州咧囚禁一個監犯咧，一年咧要付上成3-4萬蚊美元嘅成本，英國要5萬幾磅，香港要37萬港元。呢個係2023-22至23年最新嘅資料。咁你囚禁一個罪犯咧，你要使咁多錢喎，你要用納稅人好多錢先可以做到。咁所以咧，佢哋就話不如輕罪啦，社會服務啦，輕罪就口頭警告。如果咧你第一次口頭警告啦，第二次可能就社會服務啦，第三次先入獄喎。入獄咧都係入獄可能幾個星期咁就算噶啦，幾個月最多半年。呢個就係加州嗰個 logic， 就係用咗呢個47法案之後咧，令到監獄或者係整個社會懲治系統嘅成本減低咗。咁減低咗嘅時期，咪啲人咪支持咯。但係結果咧，而家啲鋪頭啲人咧又係執咗好多粒啊！喺加州，即係嗰啲 high street 啦、market street、market place 嗰啲鋪頭執咗好多粒。咁啊，所以咧而家就係舊年開始又嚴厲翻 Covid 之後，因為咧好多嘅左派人士就話：喂，呢個同47標咧唔係特別有關係嘅，因為47標立法咗一段時間啦，但係遇咗 Covid 啊嘛，啲人窮咪真係偷嘢咯。咁啊，所以佢哋有呢個解釋咯。咁都係翻返去頭先核心嘅問題，就係成本太低。偷嘢，所以咧啲人咧先會不斷咁犯罪而且咧監獄嘅待遇亦都唔差喎。咁所以犯咗罪之後咧，佢哋覺得冇乜特別。呢個左派人士咧就鼓勵用社會服務去代替監禁。第一就係成本，第二咧佢哋會覺得咧，如果啲人坐咗監咧，就會導致有單親家庭問題導致到咧孩童更加冇人管，同黨更加嚴重。呢個係左派人士咧好強調嘅嘢嚟，但係我係唔同意嘅，因為你見到老豆偷嘢咧，同埋冇老豆老母照顧咧，其實分別唔大嘅。你日日見到個老豆老母犯法喺屋企揩嘢、偷嘢出街，咁其實你個家庭環境亦都唔係理想喎，成為同黨嘅機會率亦都高喎。所以個關鍵就係咩？關鍵就係即係治亂世係用重典啊，嚴厲嘅懲治系統，或者咧之前咧保守黨嘅時期就係商討即係英國保守黨嘅時期，將啲罪犯咧去送去其他國家度，成本低啲，譬如話。工黨啱啱上台都去咗愛沙尼亞度睇去咗意大利度睇將啲難民或者係囚犯送去其他國家。咁但係左派人士反對啊嘛，認為嗰啲囚犯係要更生噶嘛，唔係懲罰啊嘛。你更生你就係俾家屬要探監，你送去愛沙尼亞度監禁，送佢去意大利度監禁，送佢去非洲度監禁，啲家屬咪探唔到咯，出到嚟佢咪更加重投唔到社會咯。所以左派人士咧就有呢啲咁嘅睇法。咁你問我就覺得都啱嘅。如果輕罪咧，就梗係要俾佢探訪啦。但係如果重罪嘅話咧，即係尤其是係終身監禁咧，判予還手死刑，改判終身監禁嗰啲咧，英皇特赦嗰啲咧，係咪可以考慮送去盧旺達或者其他地方因為家屬探監你可以視像探嘅啫，其實即係佢哋重返社會嘅機率都低咗啦。咁呢個係值得考慮嘅其實。anyway 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學到少少嘢嘅，就喺下邊咧留言支持subscribe Patreon 咧用15蚊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上我課。你聽我一聲就知我有啲感冒，所以呢排拍片咧就少咗啲，同埋精神都冇咁好。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
多謝大家支持，拜拜。